王凱木在新劇《天亮了，你就回來了》中飾演被時間困住21年的顧遲。新劇上線後，他也分享了許多關於這個角色的理解與情緒。看完今天這支視頻，你會更理解顧遲為什麼後勁這麼大，也會更明白王凱木是如何慢慢走進這個角色的。為什麼會接這個劇本？因為我覺得這個劇本非常好啊！我之前拿到的一些短劇的劇本，它區別很大。這個更是一個普通的人，它是純生活流的一個劇本。我覺得它有不同的質感。首先，這个故事很好。其次，它在我表演上啊、塑造上啊，其實是更加的生活流的，不一定適合大部分人。畢竟它稍微的有那麼一點點的好哭，所以說不一定是衝着有多高的熱度啊，或者多大的討論度啊，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好的作品。對，我覺得這個劇它沒有刻意的去衝着虐而虐，它真的是這麼樣一個故事，在娓娓道來。我更喜歡哪個階段的故事，哪個階段的故事我都不太喜歡。顧遲太慘了，太委屈了。消失了21年的人突然回到你面前的時候，他的心情是非常複雜的，他不一定是開心。女主回來的時候，她還是20多歲，我已經是40多歲了，而且主要是顧遲的身體不好啊，你肯定要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想啊。等他回來這個社會，適應了社會以後，接觸到更多的同齡人之後，他還能接受得了顧遲嗎？他不希望女主後半生也那麼慘，可能顧遲隨時可能就老年痴呆了，就躺到病床上了，需要女主照顧後半輩子。所以他才會糾結嘛。其實顧遲也不覺得自己老，關鍵是什麼呢？他有對比，當你跟一個20多歲的女孩比，你肯定就是老了呀。如果沒有對比的話，40多歲很正常啊。我記得火鍋店那個哭戲啊，我記得我自己還加了一些哭戲，我覺得有時候劇情需要，可能劇本上沒有寫哭，自己加了一點點。我是最討厭哭的，我拍戲從來不會為了哭而哭，我不認為哭就是演技。但之前也有很多劇本要求男主哭，其實我都拒絕了，我說沒必要哭。但這個戲它其實在很多時候它確實應該哭，沒有辦法。我是能不哭則不哭。想看我哭是什麼樣子，去劇裡面看啊，天亮了你就回來了。哭它只是一種情緒而已，該哭的時候就哭，該笑的時候就笑。哭也不是什麼壞事兒。我理解的，顧遲在病床上沒有睡多久，他其實前面是正常的生活，只是一直拿藥物維持，後面病情可能嚴重了，藥物維持不住了，然後住院了，然後發生了這一系列的這種夢境吧。其實我其實沒有那麼喜歡演哭戲，因為哭戲比較累，特別是有一個什麼情況呢？我有的時候在拍的時候啊，外面有很多粉絲，我在裡面哭完，我出來我還得強顏歡笑，不然人家可能以為我在鬧情緒。
我平时啊不笑的時候啊，看起來啊有點嚴肅，所以說我碰到粉絲的時候盡量都是保持笑臉，有時候演戲的時候一下掰不回來。但這個戲呢，可能情緒稍微重一些，然後我如果線下再碰到粉絲的時候，如果我沒有及時的轉換過來情緒，冷臉了或者是怎麼的，大家適應一下哈，大家別介意啊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可能在醞釀我的戲裡面的情緒，因為咱畢竟不是專科表演出身嘛，有時候情緒是需要醞釀的。我基本進組，我大概就保持那個狀態，就沒開拍的時候，我也是那個角色的狀態。記住我說的話啊，這部戲在線下見到我，如果我沒給你們好臉色，別說我甩臉的啊，不是針對你們的，我在醞釀角色裡的情緒。總是跟你們笑，我一拍戲轉不過來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覺得這種類型的劇，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一個那種爽劇，它是一個比較偏敘事娓娓道來的一個類型的劇，所以不一定適合很多人的口味啊。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不錯的作品。对，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反應，就是說它的剪輯方式吧，可能還有一些偏傳統的那種爽劇的節奏。有時候可能大家剛要哭，其實應該再渲染一下，然後啪跳到下一個畫面了，跳走了會導致這個情緒斷裂嘛。可能每個人對他劇情他理解不一樣吧，但這個劇本題材它區別於傳統意義上那種爽劇，所以我覺得剪輯方式不能按照傳統的那種短劇節奏來剪，它的整體的流暢性啊和完整度是還原了的，是蠻高的。我覺得瑕不掩瑜吧，我覺得整體沒有什麼問題。這個戲如果熱度不高能接受嗎？我什麼都可以接受。有的時候你選擇本子不一定是為了要多高的熱度，但是有的劇可能是衝着熱度，那有的剧熱度不是第一位。這個劇我覺得我需要去塑造一下這種不同的角色。我平時也會看一些社會新聞啊，我覺得這樣深情的人很多呀。可能有的人身邊沒有遇到吧，也沒有機會遇到吧。一般最好別遇到，一般很悲慘的故事才會出來這麼深情的人物。我希望大家都別遇到，希望大家的人生都快快樂樂、開開心心、順順暢暢。天亮還有第二季嗎？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了吧，這夢都已經做完了，再做一個夢。